B8 Hello， 不知道这样听不听得到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可不可以再帮我留言区打个字，让我们知道一下。好，你写个1，让我们知道一下目前的声音是可以的。你如果要小声要进来，你可能要这样，可能要靠近一点点，对，低一点，太近不行啊，因为它的这个，要把那个拿掉，星星拿掉。不是，是因为画面对焦的关系。对啊。好吧。好，星星拿掉了。那不是星星拿掉的问题啊。哦，对啊 ，OK。不是因为星星也会挡住，好，这样子，星星也会挡住。那你就坐近来一点，坐靠近我一点。对啊。好 ，OK。Hello， 大家好哈。那我们，我是司机老师，我是文文女王。OK， 我们又回来了，我们就来进行这个我太太生病了直播了。对，是因为我感冒3个礼拜还没好，喉咙还是有点沙哑，等一下可能会狂咳，然后把肺都咳出来之后，你们才就是对，就是这样子，等一下还会狂咳，就对。对啊，我闻他生病了3个礼拜，应该他这段时间当中他都一直在咳嗽啦，就是他也都没有什么声音，然后咳得也很严重，超严重。那一直以来都有想说要持续想要直播跟大家直播分享，可是因为最近好像有人在催促你了，是不是？对，就是希望可以出来聊聊这样子，对。很需要你出来聊一聊这样子。对，需要我出来聊一聊这样子。你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想说就会有人想要跟我聊，想要听我聊废话。OK。对，有时候可能会有这个需要啦，可能就是需要这样。是听我聊废话，就听你讲一下，连消微一下过程。废话讲一下这样。OK， 好啊。那我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个直播当中我们主要想聊什么？今天是想说，为什么我今天的主题是我生病了，不用理我，是不用，不是不要。为什么不用？为什么？因为很多管闲事啊。多管闲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就已经很明确，我自己很清楚，只要我自己生病，那我可能也不会去做些什么事情。但是你就不要理我，你就不用理我。不用跟不要的差别在哪里？不用就是完全让我随心所欲的不用理我。不要的话，我就觉得好像需要看管一下这样。是这样吗？我也不晓得国文用词我实在不懂，但是我就不用理我，我就会比较适合生病的人。这样是不是？好，我等一下我们可以多来讨论一下这样子。对，因为今天是1月1号元旦，2025年第一天也是不免说要跟大家来拜个新年一下这样子，然后我们讲个吉祥话。恭喜发财。烂透了。对，好。没有，其实我真的觉得是身体健康很重要。2025年的时候，我们都会回顾一下过去这段时间，回顾一下过去1整年。那对于新的一年当中有一些新的希望这样子。对，那我们也想说，刚好今天是1月1号，对，是可以来开播一下。刚好适逢星期3，我们就有机会还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啊，我们就是过去我记得我们好像大概是9月份的时候开始做直播分享的。真的对，有一段时间的对。但是中间都没什么直播啦，就没有持续这样。我们前面几次大概6、7次是连续的，那后来当中就停下来了，断断续续这样子。对，那中间当中也比较忙这样子。对，那后来我们就想，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今年过去这1年当中，那我们今年就是特别来分享一下这个忧郁的这个议题，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状况这样子。对，我们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说你就是这段时间里面你就是这样子分享下来当中，你有什么想法吗？这段时间我分享下来，我发现真的还蛮多就是粉丝团朋友，就是
我太太生病了这个社团，里面会有人，真的蛮多人会私讯我，然后希望我可以就是直播聊一点什么这样子，然后好像也是对大家也是有一点点，好像也有陪伴的感觉这样子，对对。所以因为上次我们其实有公布个讯息嘛，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有需要人聊一聊的话，那你是可以私讯我们的，对，我们他是能够跟你做一些谈话，然后就是透过讯息当中来试着以他的经验跟你分享。大概有多少人跟你做？这个没有拿，大概有多少人有跟你做过这样的一个互动吗？至少目前大概快要有十位左右。10位这么多？对，就是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跟你，就是你觉得他们失去你的过程，跟你聊，你对你来说会不会造成一些不舒服啊、困扰之类的？其实不会耶，因为我觉得我毕竟也有感受过啦，所以其实我虽然说没有办法讲什么大道理，但是至少有给一些我有过的经验分享这样子。那在第一时间的话，其实我觉得当下多少有帮助到他们。怎么说？就像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像还是一样，就是可能当然就是情绪上我可能没有办法帮助，但是在用药过程或者是他现在可能是处在低落的情况之下，其实我都不会勉强人家就是一定要做什么，就是让他们比较有那种放松的感觉。那其实也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说其实家里的人都不理他。那其实主要的原因，其实我猜的原因是因为家人很想要帮忙，可是不知道怎么帮忙，所以就越说越错这样。对，所以反而很容易造成我们生病人的不舒服这样。可是又会觉得说，我都已经生病，为什么不理我这样？就是你知道。这个好像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矛盾，就是好像需要陪伴，可是又不太知道怎么陪，不太知道怎么陪的情况下，那索性就不要陪了，因为好像多讲了你就会生气，你们就容易生气。那生气完之后，那就那我就干脆不讲了，那你又说那为什么又不陪？它中间会变成一个循环，对不对？对，可是这个就很难讲，因为不是说陪不陪，可以给我张卫生纸哈。对，就是不是陪不陪问题，就是你讲话要让我们开心，或是讲话要注意一下啦，要有一种什么？就是要有一种那个心情要好，你要讲的让人家心情好。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讨好你的意思吗？大部分我觉得如果可以讨好是最好。只是这样子，我觉得有点不公平就是就是我们已经很努力的想要跟你好好的说话，可是好像随便一讲，然后就容易讲错。所以我的题目才说我生病了，不用理我啊。可是不理你，你又觉得我们又不理你，然后你又不高兴。可以不用理没关系，如果真的不用硬讲啦，不用硬讲。对，我觉得真的不用硬讲。你如果觉得我们脸色已经有差了，你就是可以不用硬讲，没关系。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当然我不确定他那个时候是不是忧郁的状况啦，但是就是觉得说但那时候心情不好这样，然后就想说要去就是想说要去跟他讲的话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可是那个时候前面几次一开始我就会一直很想要跟他找话题聊，比如说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今天做了什么样的活动啊等等的，就想说一直跟他找话聊。那我就跟我说你可以不用硬聊。对，他就跟我硬聊这样。对，那我就问他啦，那你这样就是你心情不好，你不希望我们陪你吗？对，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其实你可以不用理我，可能就是安静这样就可以了。对，那个时候后来我就开始学会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他不舒服或不高兴的时候，我会先问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需要我跟你讲话吗？那他如果说不用，
好像就好，我就不用再理他了，我就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了，对不对？对。那你这样，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我们这样问你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很爽，就不用应付你啊。就是你，因为你可能讲的是屁话，或者我们真的不想听的话，然后或者是真的是八竿子都打不着我的关系，我何必去听你讲什么话？就是不需要这样子，我也可以不需要接受太多不必要的一些外来的东西，这样。所以听起来当中，其实你就不用应付我们了啦。没错。对，其实对，因为你自己的情绪已经蛮不舒服了。因为情绪已经很满了。对，情绪已经很满了。对。可是这样子还要再应付我们，其实会很麻烦的样子。对啊。对，不如说就是安安静静这样子。对。对，我想就是这个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实际遇到的这个问题跟状况，然后我们大概也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磨合。对，才磨合，然后才去了解认识这件事情。而且我才知道原来我也可以说出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不用跟我讲话啦。你真的不用理我没关系。是真的不用理我。是真的不用理你这样。对。所以不是说反话。没有说反话。我们要怎么样判断你就是忧郁症患者当中会不会说反话的？你要不要说就只是说啊。就是说我真的没有说反话，我就是不想要你理我，你不用理我，你不用理我，真的不用理我。有没有一些人他其实是不太敢讲的？那不太敢讲的人，一开始我也是啊。一开始我会讲说，这样我讲好吗？这样会不会之后大家都不理我？对。可是就发现到最后有需求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想要人家理你，就真的说。然后真的需要人家帮助你，你也真的说。这样就好，不用在那边假。因为我是不假的。对，不太假。对，我不晓得观众有没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是说那种不太好意思讲，不太好意思想讲出来自己想讲的状况那样子。对，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因为其实我觉得好像生病的人好像没有资格，以前的那种观念好像是觉得说生病人好像没有资格说要求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生病了，好像已经拖累家人了。可是我怎么好意思再去要求你说你帮我做什么？那时候我真的有这种感觉。是。可是突然间有一天我想到不对啊，我既然生病，为什么我不能发了我自己的心情？然后所以那一天我就开始想说可以怎么自己表达。所以我就开始用很简单的方式，例如说我就跟你讲说，叫你不用理我，不用特别理我，不用特别关注我。这样子开始这样。然后之后呢，我们去朋友家的时候，世奇老师他就会特别放话跟朋友说，等下看到我们的时候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不要理他这样子。然后结果之后我一去的时候，我发现真的大家都没理我，是怎么一回事？把老娘隐形就是对啊，是把我帮我当塑胶是不是？还是什么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其实然后之后回来的时候就会有点失落，说我刚刚去朋友家，为什么朋友都不理我？因为你刚才这样说，不要理他，不要理他。对啊，因为我已经就是他有这个需要，然后他有这个需要，我就帮你讲。那这样子你觉得这样听起来这样对你是好还是不好？其实算好啦。为什么？因为其实回来的时候不会有另外一种情绪出现，比较不会有压力的那一种情绪。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这样先跟大家吩咐，大家一去就很关心你。这样子我可能会暴走，就真的会受不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应付说，因为我没有办法每个人报备啊，就说我不好啊，我怎样，我生病啊什么，我每次去都带坏消息给人家，我觉得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就是默默的安安静静的这样子。对，那其实大家知道就好，那也不需要讲太多这样。OK， 所以其实听起来，然后你也是不想要带给大家很多负面的消息。没错，因为我每次去，可能每次有出席的时候，人家才久久才看到一次这样子。
那你总不能说啊，那你之前怎么都没有出席？你就说啊，因为我都生病啊，怎样？其实我很不喜欢这样。不喜欢这样子。你也很想要展现一些比较健康的那一面。对啊，就是比较有活力的时候，不要每次都是人家来关心你是不是生病这样。的确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啦，身为陪伴者，如果有知道说你的周围的人，比如说他有这个状况，那他可能需要按记，或者是有时候需要出席到一些场合的时候，对，可以帮他打点一下，倒是没有问题的。对，就先跟现场的出席人说，他可能有点不舒服，待会去就我都怎么讲，我都是就是说，待会我来就大家就把他当隐形人，然后就当没看到，点个头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就是甚至不要对我微笑也没关系，就是不用特别打招呼这样子。然后大家真的就是这样默默走过去。那个时候当大家这样子默默就是从你身边这样走过去，你的感受，对啊，你会不会觉得被忽略的感觉？不会啊，我几乎都是戴着帽子，然后这样子，然后走进那个朋友家的，几乎也是没人看到。对，就是其实我也是那种，就像他有没有看到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眼睛都遮住，我整个遮住这样。那其实我就是最明显那一位。对，因为大家没有人在室内还戴帽子。对，他就还是要带着这样子。对，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让他去创造一些让他们比较舒服的氛围啦。对 ，OK， 好啊。那我们在过去2024年里面当中，你觉得你有没有一些，如果要回顾一下，你觉得2024年你有没有一些值得分享啊？比如说可能是成长啊、进步之类的部分，或者是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2024年当中有没有一些回顾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不同的祝福？好，谢谢 Christine 谢谢，愿上帝看顾。感谢主。对。其实主要是我觉得我在2024年我进步很多，是因为我跨一步可以跟大家多点认识，然后分享自己的经验，谈这样子，然后帮助到有需要帮助到的人。你那时候要出来分享这件事，你有没有挣扎？我蛮挣扎。那次是因为你自己在直播，那我就有点想说，应该要帮你一把，或者是可以自己做点什么这样子，所以就义不容辞就走进这个直播间里面，然后就开始了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真的很谢谢朋友，大家就是真的像朋友这样子或家人这样子会私讯我，然后也会不管是需要我陪伴或者是感谢我这样子，其实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人在这样子，所以我才会想说那是不是应该要认真一点对待这件事情这样。对，就是你有感觉到有被需要，是不是？OK， 而且其实出来要分享自己的忧郁的这个状况，其实不容易。对啊，因为其实这个要面对很多人呢。那如果像还好我们粉丝不多不是我们没那么多人。对，但是问题是家人会在意啊，例如说像可能我妈啊，或者什么我妈，对，就会在意说你怎么到处跟人家说你生病？对，那后来怎么回应啊？就会说就是经验分享啊。对，就是像上次有一次不是最近会有我们有受邀，就是学校要对，最近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这样子，来我跟我们讲，因为最近有一个学校学校想要邀请我跟我人去分享有关忧郁症的这个议题这样子。对，就是他们就是学校，那希望我们可以跟国中生，因为现在国中生还蛮多这个忧郁的状况出来，那我们因为有在网络上分享，所以这个学校单位他就邀请我们去他们那边做一个2个小时的一个演讲讲座分享这样子。对，你听到这个消息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蛮惊讶，居然会有，我是 nobody 耶，但是却会有学校来找我，变成是那个 body 就变成是那个可以上台分享的人，然后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然后就这个很喜悦的事情，我就跟我妈讲，然后就我妈就你嘛是会使去啦，嘿，分享就是分享啦，这样子。对，什么事情都可以试试看啊，这样。他好像有点担心，他有点惊讶，然后也有担心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其实可能会觉得说这种病是有什么好炫耀的这样子。对，其实是这样子。好像不一定是哪个时代的人啊，对于忧郁症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他其实很难以启齿。对，都不要讲出来。对，这样不讲最好。对哦，一开始觉得姑姑就是觉得说越来越开朗，觉得跟一开始跟以前不一样哦，真的吗？谢谢。哦，对，开始有比较开朗一点。开始比较开朗，我是觉得还不错啦。可是没看到我的时候是忧郁啊，就有看到我的时候才是刚好，就前几周不在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比较忧郁的时候。对，他最近真的咳得蛮严重。对啊，那所以那个学校他就邀请我们能够去做一些分享。那当时候我们就听到之后，我觉得也蛮激励的啦，因为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比较容易大家觉得说不要讲出来的这种疾病，好像有点丢脸的感觉。没错，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隐晦的事情啊。就觉得他很丢脸，就没什么好讲了，就是赶快自己好起来，这样就好了。对，可是殊不知现在，因为其实全球至少1/4的人都有忧郁症。对，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中，那如果可以多一些的从别人的过程、别人的经历当中，然后去看到成长的空间，也许会带来一些希望，也是可以少走冤枉路。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你真的是可以看到，有时候真的那个冤枉路走很多，然后再回到原本，你再听到别人的经验分享，你会发现，其实可以更快速的走到那个比较 OK 的道路。你现在回头过来看，你觉得你之前走了什么样的冤枉路？就是这个好意思说吗？就是那个看了不该看的医生，就是那个医生比较用药比较不当啊，用药过度啊，不适合的医生啊。对啦，然后或者是用药太重啊，等等这类，沟通不良啊，可是我跟你讲，我2025年这一次，我刚刚有想到一个，我前两天我就很想，就是其实我有一件事情我真的很后悔。怎样？就是在前几年的时候，居然闹自杀，然后搞自己生不如死，这个是真的很后悔的事情。对，因为像就是割腕啊这种东西啊，那个割下去其实很深层的那个肉其实不会痛，可是最痛的是表皮层，你知道吗？然后那个表皮层啊，在结痂的时候又痛又痒那个真的很不舒服。这个我真的不得不说，这个很后悔。不是，你现在明明在讲一件这么恐怖的事情，然后你笑成这样子。因为真的曾经就是有好几次是割到可以看到，就是割到可以看到那个，就蛮深的啦，血管了，已经看到血管，或者是真的非常深非常深那样。我当下都不觉得痛，都没有痛的感觉。我想说，哇塞，怎么那么流那么多血，这样都不会痛？就原来痛的时候是在愈合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想要飙脏话。OK， 然后就这个是真的让我很后悔。然后当然还有吞药也是，因为吞药的时候催吐，就是你知道，我们这样会被黄标。尤其是那个，我是说，对，看医生的时候，那个喉咙很痛。人家说你很亲切，我们现在明明在分享很严肃的事情，可是就是开心的分享。对，已经过去了这样子。对啊，就这样，就是你知道那个喉咙啊，就那食道，那真的很不舒服，灼伤啊之类的然后之后医生就跟我讲说，你小心会有那个
就是什么会什么肾会什么急性肾衰竭，哦，那时候我就超紧张，然后赶快去验血，看有没有伤到肾这样。是，那不还好都没有，不然我可能现在可能就要挂尿袋了。对，我可能就更惨的。对啊，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在一些冲动的情况下，做了这样的一个行动。对，所以我现在真的要奉劝，现在真的还是有忧郁症，一定会有冲动的时候，但千万真的不要随便做那种伤害自己的事，因为后面的东西后续的东西你会很难收拾。是，那因为据我所知啊，就是当忧郁症的患者，他可能需要透过一些事情来发泄，发泄当下情况。那就是说，似乎拿刀划手这件事情是很方便，而且很快见到效果了。对，那如果说不做这件事情，那可以做什么？用橡皮筋弹自己。真的啊，这个是我吴医生说的啦。他说你想要痛是不是？那你就拿橡皮筋弹自己的手腕就会痛，而且还会肿哦。他要附加还会肿哦，这样子。然后你就好，好像是真的会很痛，而且真的很肿。真的很肿。那个不相信的，大家可以试试看。对，因为就是像前几天有一个家长，他有私讯我，就是孩子，然后目前的状况不是很好，那就说那也会有一些自伤的状况。对，那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情况啦。对啊，这个情况，那所以应该还是可以找到，因为它似乎是个需求，可是它就需要一些替代方案。对，橡皮筋初步可以试试看那样子。橡皮筋然后帮你皱枕头啊。皱枕头。我真的也这样说。然后他这样说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就是皱枕头有什么效果？皱枕头就是宣泄啊。就是不要可以，有些人喜欢摔东西啊，那你就皱枕头这样子。对，讲到摔东西，我就不得不分享以前你摔东西的状况。对，我也很后悔。我也很后悔。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气的时候。对，不过那个时候，因为据我们所知，就是忧郁的人大概前期是没什么力气的。对啊。可是你那时候，我真的是像牛一样很有力气。那时候应该是已经在治疗了啦。已经在治疗。对，也算是正常状态。那只是偶尔会有很情绪很失控的时候。那时候就真的没办法。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忧郁症患者刚生病的过程，然后他其实是大概都是什么事都不想做，很脆弱。对，什么事都不想做的。对，那当我们知道这个状况之后，就开始去就医治疗一段时间之后，3个月到半年吧。就开始会有自我意识了，因为大脑就不是生病的状态，就会恢复很多。你就恢复很多，然后你就开始去想说，为什么我会变这样？然后就开始自暴自弃。然后就开始会有不当的行为。然后严重的时候也是会有很生气的时候，然后就暴怒这样。其实就是说那个负面思想一直都在，只是说可能前期是比较没有力气做这些伤害自己的事情。对，没有错。那治疗的中期初期跟中期的过程，然后就开始会慢慢的有力气了。可是负面的思想还是在，所以那个时候反而是治疗后的一段时间其实是比较危险的状态。对，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好多年了。对啊，那个真的有点不可逆那种感觉。就不晓得就是那个时候很失控啊，觉得生活各方面。可是你知道，就很就是做了之后，你之后再去那个医生那边忏悔说，医生我做了什么什么这样子，好像都没有用了，救不回来。你是去医院，你是看医生还是去告解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去看医生告解是一件很让人家很心情很可以安定情绪的。至少有一个人好像可以给你依靠这样子。再怎么样就是他不会倒。那种感觉。我们发现好像其实如果跟就像那种专业人士或者是跟这种陌生人
在谈的时候，好像会比较愿意能够分享。没错，对不对？然后反而跟家人有时候会有一些困难，就是讲一讲就吵起来了。哎，你就是那个懒惰症啊！哎，你就是那个懒惰症，你就是怎么样的？像你就是闲闲没事做，整天在那边想一些有的没的啊，所以你就会生病。然后就我妈就会说，哎，你看我不是自己好起来的吗？这样。对，可是有一些人他会有一些经验谈啦，对他可能有一些恢复的经验，他就想说这样分享，让人家好像没有，我正想，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然后我就和我妈说，我有自己的方法啦，这样子。你跟你妈讲话蛮凶。OK， 所以说这个是过去当中一些比较后悔。不是，你刚才你根本，我如果对我妈很凶，你不需要特别再讲这句话加强，好不好？加强语气这样子。不用好不好？这一段等一下卡掉。就直播。有点火，我本来想说你干嘛特别加强一下，说我对我妈讲话很凶。OK， 好，这个不提这样子。好，那就是说，这是之前当中比较后悔的部分啦。对，那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一些比较进步的地方啊，或者是你觉得有没有值得蛮肯定自我的部分？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办法肯定自己啦，就是觉得自己还是不是那么好，不是说不是这么好，就是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很烂，我没有办法肯定自己，但是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可以被称赞的这样子，大概就这样子，对，就开始至少愿意踏出这一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帮那个教会画海报，然后就那个，你可以讲一下，因为那时候是那个教会有那个感恩节活动，然后我就画了那个感恩节。我先讲一下前面好了，就是教会感恩节活动。那感恩节活动它会需要一个海报宣传。那文的很会画画，他是反正他美术很厉害就对了。美术很厉害，所以说有时候教会有一些艺术的一些布置，就会请我们帮忙这样子。对，那个时候，然后之后就突然间有一天，就是有一个就是算长辈嘛，对，就教会的朋友，就是教会的朋友这样子，然后就传一个简讯给我说，你可以麻烦你画一下那个感恩节的那个海报吗？然后他就把之前的海报给我看，然后再加上。我看完之后，我觉得之前海报真的是，一看就知道是那个，就是可随便网络的免费图抓的这样子。然后这次我就很用心，我就特别画了，就是南瓜跟火鸡，然后还有秋天的感恩季节的感觉。那因为那个是给那个大学生的，所以我的封面就比较。可爱风，然后字体也是比较走可爱路线，然后可以吸引人的这样子。然后我就在大概2天的时间，我就赶快就画完了这样子，然后就交给对方这样子。然后就之后有一次然后就是因为我一直咳嗽，我一直咳，那时候没有，但那时候我没有去教会，感恩节那一天我没有去教会。然后之后呢，那个教会的朋友就遇到四七，然后他就跟四七讲说，就我很像侠女，很像侠女，一说了，然后马上就愿意帮忙的样子。对，他说他就是还蛮惊讶，因为他会担心说我们会不会不舒服啊、生病啊，所以不好意思帮他这样。而没想到一开口，我们说二话不说就同意这样子。对，因为其实。之前会真的有时候接了之后，很容易会就是又马上就是又拒绝人家，原因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身体不 OK， 没有办法好好做。可是这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非常坚持，一定要给他做好这样子。然后我就真的就连续2天的时间，然后就赶快把它弄好了，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是让我就今年我到现在，我觉得我还蛮
还算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情，这样。对，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看到，就是我还蛮惊讶，因为我们想说大概可能需要花一段时间，或者是中间可能还会有一些纠结，可是我们他的确是很快速的就是试着要去把这件事情把它完成。这个可能对于观众朋友觉得说，那不就是人家交办的事情把它做好，不就是这样子吗？对，就是说它看起来是一个蛮简单的事情，但是就文或者是像这样忧郁症的朋友们，其实很难。对，其实过去已经有蛮多次的经验，就是他后来就真的没有办法，后来又找替代方案这样子。对，那这一次他是真的是执行力是蛮高的。因为我真的不想要再被人家说，因为我生病，所以他没办法做事这样。我不想要再被人家这样讲，所以我就这一次我就是想说，好好的给他做下去这样。对，我觉得这个成果也是真的还不错，蛮棒的，而且他那个速度很快这样子。那你是人家找了，然后就很愿意帮忙。我觉得今年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一直以来他都很热情，然后他也都是很愿意协助他人的。可是有时候可能之前生病会有一些退缩，对。那今年当中可能赋予他一些工作跟任务的时候，对，他就会很试着完成这样。OK， 好，大家好，包涵一下。好，那我们其实在就是经营这一个忧郁的分享这件事情当中，其实中间也吵了蛮多次架。对啊，又特别在所处的部分，在工作的部分这样子。对，就是说其实前一阵子我自己其实前阵子也比较忙就协助了一些同学他们在考大学前阵子有一些特殊选材的同学，所以大概每一天都会咨询到蛮长的时间的。对，那个时候我们也会进来帮忙。那之后当中我就会跟他讨论说，我们可能有些工作需要他来帮忙分担，所以那个时候就请他设计的，不管是我们的影片啊、缩图啊、主题之类的。对，那中间当中其实还蛮多次沟通的过程，沟通蛮不良的。对，因为我自己的坚持啊。对，但是我知道应该怎么做，我知道正确的方法，所以这我们两边当中就吵了蛮多次架的这样子。所以我就不帮忙了。索性不想帮忙。对，有段时间后来他就不做了，然后又回头路这样子。对啊。不过就是在新的2025年当中开始，我们也希望可以让这样的一个分享可以持续，而且并且开始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想法跟计划这样子。对啊，我有没有在2025年有没有什么目标跟计划吗？就是目标计划就是希望我自己可以开个小频道嘛，然后就在里面分享一些自己的生活点滴或者是一些情绪的状况这样，然后会在4小时的那个频道的下面会有一个自己的小号这样子。对，那到时候里面就可以看一下不是直播的内容。我们最近在学剪片啦。对啊，最近在学习怎么样把影片剪辑。那我们其实上个礼拜有录了一支影片，然后就让他试着剪辑看看这样子。对，那剪辑完之后，目前大概也会有一个预计开一个新的 YouTube 频道，也就叫我太太生病了。我太太生病，那里面当中就会把一些就是文他觉得一些内容上的一些分享那就做跟忧郁症的朋友们做一些分享。对，那再来就是我会比较倾向是帮我自己有想要说帮一些国高中生的孩子。对，如果说真的也有这样子的需要的时候，我也很希望可以帮助到他们。对，因为毕竟家长也不容易啦，做家长也不容易，所以如果说可以有个人，然后可以给个经历啊、例子啊等等的，也许家长也会比较知道怎么做这样子，也可以跟孩子比较好好沟通这样。对，就是说怎么样去建立这个比较良好的亲子沟通过程啦。对啊，因为有时候在忧郁的朋友们或者是小孩子，如果你的孩子当中有些这个状况，对，父母不太知道怎么办。
就是可能就看医生啊，然后听一些谁谁谁说的一些话这样，那有时候的确不一定会到位，不一定会到位。那我问他有一些经验，他们可以从患者的角度，然后跟你分享一下，说也许可以怎么进行这样子。对对，就只是分享啊，没有说一定会做，不需要，没有要左右他人，只是说分享，那你可以参考就好。对，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好处是说，有一些家长他其实不太知道怎么样跟这个孩子互动，或者说不太知道说这个可能忧郁的孩子当中在想什么，对，在想什么，对，那这样讲当中会不会触动他的底线、地雷等等之类的？对，好，我们当然也许就可以在当中做一些分享。对，把那一些经验讲出来，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这个大概是2025年当中，希望可以有一个做到的频道，能够开始更新这样子。对，可以做到的这样子。对对对，我个人很希望他可以做这件事，可是我又不太敢去叮咛他。对，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希望能够持续做，然后就是稳定更新。对，那但是。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状况当中，就避免压力太大。对，因为今天讲到压力大，为什么我定这个题目就是我生病了不用理我啦，就是因为今天想到说我应该要给自己一个期许，然后定一个频道这样子，然后寄托就是赖在你的账号下面做一个小号这样子，然后我就想到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然后就突然就自己压力就来了，然后整个就很脆弱，然后就暴食，就吃一堆东西，就吃一堆，然后思琪老师他就一直跟我讲说你不要再吃了，我说你不要管我，我生病了啦，你不用理我啦，然后我就开始大吃特吃，我今天真的吃了很多，我早上吃了一个总会三明治全部吃完，然后又吃800cc 的就是高蛋白饮，然后里面加了豆花、薏仁，那叭一大堆有料的东西，然后再吃维力炸酱面特大包的东西，然后再吃一堆夹心饼干，然后跟一堆巧克力，然后之后他把我的夹心饼干没收之后呢，我又去掏出了东西来吃。然后他要问我说我在吃什么，我说我吃82%巧克力，总可以了吧这样子，然后整个就很火大，然后我就一直吃到最后我就说我吃不下，然后我就去暴吐，我就自己去你今天有吐哦？对，我今天去催吐，对，所以我今天就被自己的那个喜内心希望给追到，然后整个压力来源大增，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暴食，所以我才跟你说叫你不要理我。难怪我想说今天到底一整天都在叫我不要理他，到底怎么回事？超好笑，我想说天啊，怎么心里这么脆弱，自己给自己的希望，结果变成自己的压力。的确是这样子，他有时候就他的暴食真的是很严重的，很夸张。我就想说，这吃那么多，这总会三明治吃完就饱了这样子。对，然后他后面他又叫我帮他煮那碗泡面，我想说，哇，这个真的是，而且他都一个人吃，我一口都没吃这样子，就全部他都吃掉，他都很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的吃东西。对啊，就那我就是压力的过，就是然后其实上个礼拜你在剪片的时候，其实压力也蛮大的。对不对？但是那时候我还自己可以克制一下自己的食量，就是偷偷的吃这样子，然后就是让自己不会吃太多。可是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口气就说算了，给他全部吃完了啦，这样子，然后结果他就没收，说我也没吃，但是我又拿别的东西吃啊。你已经吃的差不多了，我才没收的。差不多，对，夹心饼它是一大包，就吃只剩下四小包装。那应该是20个的包装的样子，对，那个是20个，被你吃到只剩4个的样子，而且那包是我要买，我自己要吃的。对，我知道，而且我都说，哎，你买了，我绝对不会吃啦。这样子，每次都这样，都把我的东西全部都吃过。对 ，OK， 好，那所以说这个虽然有新希望，那也有压力，不过看起来当中也是慢慢的去调整跟克服了，没错，对不对？OK， 好啊。那
其实我最近当中，我最近这一两个礼拜，我觉得我自己的状况也不是太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天气比较冷啊，我觉得很懒散，然后今天就特别的，就是可能看今天天气也比较阴吧，对，下雨啦。就下午的时候这样子，都会觉得那是什么，就心情很差啊。我知道，因为昨天跨年的时候我们看烂片。跨年夜我们在家里看电影这样子，对，看得很烂的片这样子，看完之后就很那个，而且还看到一两点，就是看了之后很赌气，然后就去睡觉了。对啊，因为早上本来就是我比较多工作的时候这样子，然后我就昨天就是想要跨年夜，然后你那天看到我们要到3点才睡。真的是想说跨年夜就是晚睡一下这样子，然后就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也睡到很晚，因为今天也没有特别事情做，然后就睡到很晚。对，那很晚之后我就发现我好像没有什么力气去工作譬如说可能要开始去写一些文章、脚本创作啊等等之类的，或者是对于目前的工作当中就会有一些疲累。那因为我最近我又在设计新一轮，然后接下来我们又有高3的同学他们要申请，我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把它规模化，好，我就把它更多的系统化怎么样去做这个学习历程的辅导。对，那我就在做这个，我就觉得疲累，我就心情其实我今天自己心情还蛮差，最近现在心情还蛮差的这样子。真的我都不知道对，因为我也没跟你说。你就说我不用理你这样子。也没有，对啦，因为我其实也没什么好理的，是不是？对啊，因为不是就是男生，我觉得心情不好，像我至少我就觉得说就不用特别跟我讲什么，然后就调整一下这样子。对，那但是就是我自己也明显感觉到说最近的状况也不是很好。对，那但是新的2025年当中也给自己的一些目标跟希望，目标跟希望就是当然就是持续的优化自己的这个工作，目前的这个工作方式。对，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其实因为我觉得现在手边就是想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力气可以做。对，那后面演讲其实也排的还蛮满的。对，我就想说那怎么在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些东西完成。对，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学习如何更省力的去做这些事情啦。对啊，那至于说新的一年当中，我可能就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把它的频道能够经营起来这样子。对，那就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那就大家觉得有兴趣的话，就这个频道还不错。对，就开始正式上片的时候，我们会在社团啊，或在其他地方当中跟大家分享。对，大家有需要就可以上去看一看，希望这可以成为大家的一些资源这样子。OK， 好啊，那接下来就是下个礼拜我们就要去学校做分享、做演讲，也许这是我们的有机会可以跨出去分享这个东西还不错。我们后续也会把这个在学校当中分享的这个过程，也是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小孩子会 QA。对啊，对，很期待孩子的 QA 到底会是什么。对，我们到时候就是可能下礼拜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过去这个礼拜让我们去分享的过程，然后一些想法。对，那如果说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也蛮愿意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去做分享这样子。对啊。那如果说像观众朋友他们有，就是你们如果有像孩子啊，有一些就是在升学上，主要是升学是其次，但是遇到就是身心灵上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也都可以留言给我们。那我们也可以就是可以一起，然后给一些说像我建议啊，然后跟我的想法这样子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给这样爸妈的一个父母亲的这样子的方式的话，其实父母亲会比较轻松一点。对啊，因为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蛮多的人，大部分人都会关注在说目前事情的状态，比如说我要升大学了，或者是我现在是段考了，然后甚至有些可能要选组上面的问题。但是其实花了一些时间这样聊完了之后，就是我们就是跟这些家长沟通完之后，就是有时候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孩子他可能更根本的需求是什么，根本的需求是什么，那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当中更全面的来提供一些协助的一些方法这样子。对，可能不仅是在眼前的问题，对也许他会需要更多的去
深入对探讨，帮助赋能家长，让家长知道如何的跟你的孩子去做应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很多的家长啊，就会说啊，我小孩讲，我小孩子我讲的都不会听，老师讲的比较会听。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老师比较厉害的问题，对，而是因为我们可能从一个外人的角度，我们来谈的时候，我们来看事情的时候，也许会从不同的地方当中去给予一些意见。对，那也许他就会让爸爸妈妈觉得原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当中去帮忙。其实有时候我都没有办法提供太明确的建议。对，我其实没有什么说什么多厉害的方法，然后告诉你说可以1、2、3步骤怎么样马上改进，没有这些东西的。不外乎就是我们多问一些问题，多听听孩子的想法。对，那示范一下给家长看说，那我们怎么样跟孩子做一些问话对谈。对，那怎么样把孩子心里面的需要当中分享出来？但有时候讲一讲，心情讲完了，事情就没了这样子。对，没错。对对，所以说，如果说今天大家未来，不管你今天是在家长面对小孩、夫妻之间的对话，好，那或者是朋友之间、忧郁的跟陪伴者之间当中，我觉得很多这个谈话过程，也许他都会有需要一些问话技巧，能够帮助你如何去问出对方心里的需要。那我们再做一些解释，跟做一些总整，做一些反应。那我们再提供一些可能可以的一些方法尝试看看。对，那我们都很希望可以在频道当中持续的陪伴大家的样子。OK，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直播应该就到这边啦，我们就不特别就是之后当中，如果大家还有一些想要知道的，也可以随时可以留言给我们。对，对，那我们就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OK，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2025年这样子能够平安健康。对，平安健康很重要。对 OK， 好，那大家就到这边，晚安咯。OK， 新年快乐，拜拜。